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，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，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，看着可给我馋坏了。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的，但是这玩意在家做很麻烦，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。这1500多个柿子，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挠子削的皮。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，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，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，就先奔冻柿子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。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，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，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。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，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，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。有了这房子之后，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后来大冷的时候，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，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，我同时开了3个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，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。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，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，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电费2500。这柿子晾到缩水2/3的时候，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。然后也就是在这几天里，我发现柿子棚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绳，问谁都说不知道。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，每人分了10把钥匙。我算是品出来了，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。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，皮儿有嚼劲，馅儿还有水分，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。但是据说50霜之后会更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5霜了。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，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。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，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，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觉特别爽。但是因为没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。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齁甜的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，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，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，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。